大家好，我是安娜，也欢迎回来我的频道。今天是大家催了已久、盼望已久的 Sisley 品牌聚焦。Sisley 的品牌聚焦，我本来想秋冬的时候给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他们家很多我最喜欢单品，其实是比较适合偏干一点肌肤、熟龄肌肤，特别是秋冬使用的。那禁不住隔三差五就有留言问你什么时候出，那现在就带给大家吧。我自己非常喜欢 Sisley 这个品牌，前后用过他们家不下30种单品，所以我在一集里应该是分享不完，所以我把它分成上下2集。那今天这个上集，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最喜欢的、最值得购买的，就是他们家金腰带这个系列，包括全能乳液，还有最新出的就是这个蓝色的清洁系列。下集会给大家分享那个黑玫瑰系列，还有就是我最近购买但是还没有来得及用的，就是他们家这个算是抗老的这个金色系列。另外像 Sisley 家几款面膜，还有一些身体护理，其实 Sisley 家经常被忽略的一些单品，我都放在下集来介绍。那 Sisley 这个品牌是法国历史比较悠久的，以植物系为主的吧，所以我今天分享呢，可能不会过多的谈到它的成分，因为它们的花啊、草啊，还有各种成分，实在是，那我就着重从这个使用感还有使用的效果来给大家分享。那先说一下我最喜欢的 Sisley 家最值得购买的，就是他们家的金腰带系列。这还是我跟一个粉丝聊天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叫金腰带系列，不然我以前就看它这个包装，就是中间有这么一条金色的边边。那这个也是 Sisley 家的明星系列，主要是用于抗衰老的，主要的产品就是这个 lotion， 算是一个精华水，然后还有它的面霜和精华，还有这个我2-3年前就极力推荐他们家这个眼霜，都是这个系列。这个系列我总体的感觉啊，油皮呢，我觉得就不要入了，除了这个水以外，那比较适合中性稍微有一点干的，甚至特别干的皮肤都是非常适合的。这一套系列价格是比较高的，那我概括一下，如果你预算有限，就只能买一件的话，我就建议是买这个面霜。如果你是比较年轻一点皮肤，想要稍微体验一下，而且还偏油或者混合性皮肤，如果只买一件，我就建议买这个 lotion。那我就逐个说一下吧。先说这个面霜这个是小包装的，这个是正装50毫升的。小包装这个我已经用空了，是又回购的这个正装。你们看它是很扎实的这种膏体，有点像豆腐状这样的质地，非常丝滑滋润，但是你看很好吸收，一涂就消失了。这个面霜的保湿力很卓越，就给我印象非常深。为什么说最值得购买呢？它是 Sisley 这个金腰带系列算是比较核心技术的一个体现，就它里面有3大植物精粹，主要针对皮肤3个衰老的环节和周期来进行作用的。第一个就是代谢周期，就调节皮肤的代谢，让它变成一个正常的状态。第2环节就是细胞层面的细胞能量的修复。第3就是延长皮肤细胞的一个寿命。这3个环节来抵抗衰老，对应提供这3种抗衰老作用的植物精粹就是珊瑚胶精粹、合欢萃取，还有大豆和酵母蛋白。那我用下来就觉得你皮肤很倦怠、很缺营养、缺水、很干燥的时候，只用这1瓶面霜，就马上第2天起来会觉得皮肤状态非常的好。长期用下来特别明显那些小细纹，特别是年龄增长引起的，或者日光啊、环境损伤引起那些小细纹，很显著的淡化。另外皮肤是非常饱满透亮，就整个看起来是很年轻的一个状态。这个面霜虽然价格不低，但我用完一个就立刻回购。当然我最近夏天就不太用了，因为它非常滋润，一般就是入秋的时候开始用，特别适合秋冬的季节。那下一个非常值得购买就是他们家这个 lotion，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质地。这我推荐过那个朋友啊，用过没有说不好的。你看它其实有点浓稠的这种白的乳液状的，然后你这么展开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它是稍微比较厚一点的，但是它涂开之后，再等个几秒钟，吸收了之后呢，这个皮肤非常的软嫩。我觉得这个 lotion 其实有点偏精华和水2合1了。那你洗完脸直接涂这个，就好像已经上过了一层保湿精华。另外，不单单是像玻尿酸那种保湿，里面好像还含有一些养分，同样里面还有很多植物精粹，我都把它就是打在下面吧，像角鲨烷啦，还有一些银杏的精粹。现在摸这块皮肤就要比这个干的它要软很多。
多，而不像有些普通的那种爽肤水，你弄完之后干了就没有什么太大感觉。这个不是，皮肤一直是非常非常湿润，好像每个毛孔都张开了，然后等待着吸收面霜精华那种养分。像稍微油性一点皮肤用它，在夏天我觉得就完全代替精华了。所以这个水价格也不是那么高，大概100多一大瓶也能用挺久的，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可以。如果预算可以的话，金腰带系列这2个是必买的单品，我最喜欢，所以放在开头跟大家分享。下面再说一下金腰带系列的精华，他们家像这种包装的精华一共有2款，一个是 Firming， 一个是 Anti Wrinkle， 就是一个抗皱的，一个是紧致的。我呢用的紧致的，因为我本身并没有太多的皱纹，像我觉得白人女性的皮肤就特别容易出现那种皱纹嘛，但我们亚洲人好像一般都是下垂或者松弛，但不太会说有很多那种细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精华质地，它是这种白色的乳液状，还是挺好吸收、挺好延展的。它是有一种胶感的，就是这种植物系的植物胶在里面，吸收以后皮肤也是非常的软嫩、有弹性的感觉。这个精华长期用下来，确实能让我的皮肤感觉饱满，感觉紧致，但是我觉得它性价比是比较低的，就是还是蛮贵的一款精华，而且它这个质地是比较滋润的，好像比较适合中到干性一点皮肤。如果你特别油的话，那个水再加精华再加那个面霜，估计是受不了的。另外那个抗皱的就和这个包装很相似，只是字样上不太一样。它官方建议就是2个精华叠着用，我觉得那样会不会太厚重了？我不知道，我没有叠过哎。另外这个透明瓶子的好像是前年还是什么时候出的新产品，官方也是建议可以这个加这个叠着用，这个就是 Radiance， 好像是让皮肤美白或者是有光泽这种吧。看一下是稍微有点肉色的、更稀薄的这种乳液状，就是也是肤感涂起来蛮好的，但是这个价格我觉得太高了。如果你不差钱的话，我觉得买了你不会踩雷，肤感是好的，用起来也比较舒服，但是就从性价比的角度，那个效果好像没有说哇的那一下，所以这个我应该以后不会考虑再买，但这个可能会回购的。那金腰带家还有一个非常网红的，也是我最早2-3年前就跟大家推荐过年度最爱的这个眼霜，就是他们家带这个棒棒的，当然也有单独卖这一瓶的。这个和他们家这个面霜这个包装非常像了，你这么看就区分不出来，要看背面的字。这个眼霜是15毫升，大概是$200多左右。我觉得从价格啊、效果用起来都是非常值得购买的，特别是它这个小工具非常好用，前面这个滚轮面积很大，很凉，在滚眼睛的时候，它正好是你这个眼袋的区域非常的冰凉，就这样按摩是非常舒服的。这个呢已经用完了，但是我恰好有一个小样，就是这个眼霜的小样。Sisley 家买东西就是这点好，赠品特别多。看它其实是非常非常固体的，这个眼霜还是看很厚、很滋润。存在感是比较强的，白天如果涂的量比较大，我怕就影响底妆，特别遮瑕膏不服帖，但是晚上用是非常非常有安全感的，长期用下来眼周的细纹会淡化，是我很喜欢的连续2年的眼霜年度爱用。整体来说金腰带这个系列都非常非常好用，特别是如果你是干皮的话，你会觉得前所未有的让你的皮肤得到滋养，像小干纹、小细纹，就是干皮特别容易遭受那种损伤啊，这个系列都会起到修护，使用下来肤感上都是非常润、非常滋养的。特别是面霜和眼霜，就跟大家不知道你们用不用过乳木果这种成分的面霜，那种肤感就是很厚实、很扎实、很 creamy 的，能够在脸上深层滋润。那长期用下来细纹减淡，面部非常的饱满、年轻，展现光泽，我觉得特别特别适合熟龄皮的抗老这样一套系列。就这么说吧，如果世界上没有别的护肤品，或者就不让我用别的护肤品去尝鲜了，就让我固定下来一套，那我就会选金腰带系列，也是我今天视频的最核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跟大家分享金腰带这一套系列。好，那接下来金腰带这个面霜算是我觉得晚间或者秋冬时候比较适合用的。那白天我用什么呢？就是 Sisley 家这个 All Day All Year 的，算是一个乳液嘛，但其实它比乳液要厚哎，就是这个我很早就用空过，这是又回购的，而且每次他们送这个小样，经常就送这种小支装，是我最喜欢的日乳之一，不具有流动性的，很厚实的，但是涂开的时候是非常非常丝滑的。刚我听说好像柜姐还是就介绍 Sisley 都说它可以当一个简单的防晒霜，我查了一下里面是有一点点防晒成分，但我觉得这个不足以吧，最好外面还是要叠加防晒霜。它是那种中药的味道，就是草药的味道，特别疗愈，我还是蛮喜欢的，就是很天然、很植物那种香气，没有一些那种
调出来那种香水的那种香氛的味道，非常非常舒服，也是涂完之后脸是很软嫩的，确实能感觉到它对日光的损伤或者白天那种环境的损伤有一定的抵抗作用。因为我涂上这个之后再上粉底，就是又服帖又不容易暗沉，皮肤也没有说在白天会很干，然后浮粉都没有，它滋润度啊，然后那种防护的感觉确实有在，所以这个日乳是我这几年吧，时不时的就回购一支，虽然价格比较贵，但像美国有时候 Costco 会上这一支，会稍微便宜一点。另外就是 Selfridges 上买也会价格优惠很多。大家一问我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日乳，我一般就推荐这一个。同样，它的质地是稍微有点厚，然后涂完之后皮肤是非常软嫩，很补充养分的感觉。可能也没有适合特别年轻的皮肤，比如说你20岁左右，或者是你是一个大油田，每天滋滋冒油的，它不是那种，那种皮肤更适合用一种 gel cream。就是那种水霜。接下来一个是网红大火的 Sisley 家全能乳液，我一直没有入，直到1-2个月前我就准备做 Sisley 的品牌聚焦，我想，我好像从来没有用过全能乳液，那我就赶紧买一个得试。好像因为提起 Sisley 这个东西实在太火了，所有人都知道，就 review Sisley 怎么能没有它？我先给它定个基调，如果你很喜欢不要生气，但我用了之后可以说是觉得很一般吧，所以我私底下就跟朋友开玩笑，我觉得全能乳液就是 Sisley 家跑龙套的，就是相对于我之前介绍的这些，我自己并没有非常觉得惊艳或者怎么喜欢，就是你看稀薄很多的这种，但是很奇怪，刚涂上的时候你会觉得是很油就是油乎乎的一层油膜在里面，但是它吸收完之后又像什么都不存在了一样，就是皮肤又很干爽。比较年轻一点的皮肤它是比较喜欢这种感觉，就是刚涂的时候我觉得很滋润，然后它干了之后吸收了之后呢，我又没有什么存在感。但对于我来说，这个东西在白天用了之后还是会觉得脸稍微有一点干，或者就是没有得到太多滋润的感觉。那晚间我用过它，涂了2层，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油光满面。那我是熟龄中性皮，我的皮肤就是一旦晚霜滋润度不够，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油光满面这种反应。我已经了解我自己了。使用方法里有说是你可以先涂一层这个，之后再涂像其他的面霜，这种用法可能更适合我，或者更适合一些熟龄皮。你先涂一层这个，再上一层更加锁水、更加有屏障性的面霜，这个对于我来说就稍微有点不够吧，就是有一点鸡肋。你说我用它又没有说一步到位，但是不用它呢也没有觉得太损失什么。这个乳液蛮耐用的，我用了挺久才用下去，这么一点点，就性价比来讲可以。如果你没有接触过 Sisley 的单品或者比较年轻的话，倒是用一个这个还算不错。但对我来说，就是跑龙套的这种角色。那接下来最后这3个是 Sisley 家的一个新产品，看了一下，这个在中国大陆的官网上还没有，在北美这边已经上市了，就是 Sex 就有卖的。这个蓝色系列是他们家新出的清洁系列，包括一个大罐子，这个是卸妆膏、洁面慕斯、眼唇清洁啫喱。其实我觉得像清洁系列就没有必要买特别贵的，但它这个颜值特别可爱，看起来就特别温和，再加上 Sisley 这个品牌植物系的光环加持，就觉得还是买一个试一试，也算是给大家做评测。蓝色罐子的卸妆膏，它里面的结构是这样，就是带一个大的挖勺，里面是这种膏体，蛮多量的。这一罐是125克，手上你看它立刻就是化成油状。像这个很多卸妆膏，比如说比较平价一点的 Pharmacy， 比如欧莱雅也出，就是我都之前推荐过那个什么花颜卸妆膏，都差不多的。它这个味道确实比就稍微平价一点的做的要更天然，就是让你觉得更自然一点。化成油状的时候好像没有 Pharmacy 那个卸妆膏就是那么快的1秒马上化，就是稍微要按摩慢个2-3秒这个样子。里面有3种植物天然的油，我觉得非常好。一个是巴西棕榈油，就我们家院子里就是有那个 palm tree， 它就是巴西棕榈结那个小的，我可以拍张照片给大家看，像眼睛一样那个果子就从那里面提炼的，是天然比较好的油分，经常就是添加到护肤品里面去。还有就是乳木果油和澳洲坚果油，就是算是用天然的这个油脂来做卸妆的产品，加水乳化之后它就变成那种白的，然后你就可以冲掉了，洗完脸也不干，卸的也很干净。那第二个这个眼唇卸妆啫喱，这个我觉得就有点鸡肋，挤出来是这种清爽的这个啫喱状。他说是拿一个棉片把它挤到上面，敷到眼睛上或嘴唇上去卸眼唇妆。为什么没有很推荐呢？挺贵的吧，但是它卸妆力不是很够，就是说白了你那个比较防水，即使不防水睫毛膏
它也不是能够哗的一下卸掉，它不如那个水油分离的卸妆液，跟这个雅漾的这款给敏感肌的这个卸妆乳特别像。这样卸的时候，它进到眼睛里还稍微有点刺刺的，我不是很喜欢。但它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直接挤了这么卸。我想可能是淡淡的一点底妆或者防晒可以用这个，但是用化妆棉那种方式，我觉得不行，就跟雅漾这个一样，不属于足够能够卸除眼妆和唇妆的。第三个就是他们这个洁面慕斯，它这个挤出来，大家看就是这种慕斯状，那这个我是非常喜欢的。按摩的时候，它会在脸上变成一个像乳液一样，当然我这个量比较少，你可以看不出那个白白的乳液，慕斯到 lotion 这样一个转化，然后非常温和。这个味道也特别好，就是很特殊的植物花香，总体用下来使用感是特别好的，洗起来很温和，但是它不属于那种洗得很干净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有淡淡的底妆，只用它，我并不觉得它能够让我很安心，我可能还是要用卸妆油用一下。这个就比较适合晨间或者是晚间，你用卸妆油之后再可以用它做2次清洁。这个慕斯成分也蛮好的，添加了甜菜碱，另外还有银杏的提取物，就是让你皮肤镇定提亮，还说了 radiance 就添加了一些葡萄柚的提取物，可以改善肤质，就是一些等等，添加了很多植物在里面吧。这个在使用感上还是能够更胜一筹，而且更为温和，所以我觉得它还是挺好的一个产品。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么10几款，我觉得 C 4丽家特别值得购买的。当然也有我所谓的跑龙套的一些单品，都是 C 4丽家非常主打的一些系列。再过段时间下集包括我试用一下这个金色的，另外还有 C 4丽家非常口碑的黑玫瑰系列。黑玫瑰系列新出了那个眼部的精华，但我已经买了，我要再用一段时间。包括 C 4丽家的几款面膜，还有被大家都忽视了的，没有什么人推荐的 C 4丽家的身体系列，有一些非常好用的单品，值得一试。那下集再跟大家分享。最后呢，如果你喜欢今天内容，希望大家给我点赞，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